说实话，你把这玩意儿叫两栖攻击舰，确实不合适嘛，4万多吨，平直甲板、电磁弹射、拦阻索、升降机，还搭载固定翼飞机，你让人家怎么看嘛？唉。大家好，我是火箭叔啊。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我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呗。首先恭喜老家四川啊，接连迎来了2大喜讯：6代机首飞和四川舰下水。这是80后军迷啊从前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而如今却变得稀松平常了。其次呢，也有点小遗憾啊。虽然喜提076两栖攻击舰，但四川人民也因此痛失了航母的命名权。076虽然看点很多，但最值得关注的2点，我认为是电磁弹射跟双舰岛的设计。电磁弹射系统是076最为引人注目的装备之一了。与传统的蒸汽弹射器相比呢，电磁弹射器通过电磁场将飞机加速到起飞所需要的速度，不仅效率更高，体积和重量也相对减少了。这一技术在提高出动效率、支持更广泛的无人机型号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啊。电磁弹射能够更轻松地满足大型无人机的起飞需求啊，例如攻击型无人机或者是加油机。传统两栖攻击舰多使用直升机或者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飞机，弹射器的加入呢，就使得076能够作为无人机作战平台，为未来的无人化作战模式奠定基础。同时啊，通过电磁弹射，076还能在需要时支持更大型的舰载机的起飞，比如有人驾驶的固定翼飞机，这就让076的作战灵活性大为提升了。电磁弹射系统减少了机械部件的磨损，长期运行中的维护成本和时间也显著降低。076的飞行甲板也藏有玄机啊！根据现有的高清视频分析，076的降落跑道宽度约为25米，与传统航母相比呢，略显紧凑，但考虑到其主打无人机运作，就显得相当合理了。无人机的翼展较小，降落区、跑道宽度与停机区布局都能够很好的满足其需求。076采用3升降机布局，其中2台升降机连通机库与飞行甲板，1台负责车库与机库间的物资调度。这种设计啊，类似美国级两栖攻击舰，进一步表明076在提升航空作业效率的同时，也注重两栖作战能力的平衡。根据推测，076可以容纳16个整备停机位和7个直升机起降点，支持多种攻击波的方案，如8、12、16架飞机为一组啊。这种灵活性让076在支持大规模无人机作战时更加得心应手。除了作为全无人机作战平台，076较大的改装潜力也让它具备了支持标准舰载机作战的能力。电磁弹射器的应用也为这一可能性提供了技术保障。歼35A会不会哪天就出现在它的甲板之上呢？接着咱们再来聊聊双舰岛啊，这样的布局呢，首次出现在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上，而076型将这一设计创新地应用到了两栖攻击舰中啊，目的明确且意义深远。首先，它能够让功能分区更加的合理，前后舰岛分别负责舰船操纵与飞行指挥，减少相互的干扰。飞行甲板区的航空指挥效率因此就得到了优化，能够更精确地调度无人机和直升机起降。其次啊，双舰岛分布更有利于舰载雷达系统的分布和多方向的覆盖，提升了探测和应对能力。最后，双舰岛为舰体内部腾出更多的空间，可以更加高效地布置燃料舱、弹药库和其他作战支持的设施，同时也能够缓解两栖攻击舰因误舱存在而导致的内部空间紧张的问题。博百家之长，取各方智慧，东大这一不小心，确实是容易干出点吓人的事情啊！收拾好心态，继续上路呗。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这个画面不一般啊！一架钥匙战斗机被卡在了货轮的集装箱中间，缓缓驶进港口。它是报废的还是走私的？实际上都不是，而是被一名英国皇家海军的飞行员给停上去的。为此，英国人还极不情愿地掏出了57万英镑，才从这艘西班牙货船的船主手里面把飞机给赎了回去。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咱们还是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主角钥匙。这架在1966年装备部队的英国飞机，以突破传统的原地起降能力，打开了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以至于在1994年电影《真实的谎言》里面，成为比施瓦辛格还要耀眼的明星。那个挂着反派射出响尾蛇的镜头，不知道圈粉了多少人呢？You're fired。但其实啊，钥匙早就已经是个明星了。在1982年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中呢，同样用的也是响尾蛇，28架钥匙在空战零战损的情况下，干掉了阿根廷包括法治、幻影在内的各型战斗机21架，自己呢只在地面炮火和事故中损失了6架而已，创下了当时空战史中的最强纪录。同时，让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啊，普通舰载机的起降平台呢，那必须是得航母啊，但轮到了钥匙嘛。
为他提供驻足之地的，除了无敌竞技神航母以外呢，竟然也包括一些集装箱货船。在仅仅只是设立了一个简易的起降甲板后呢，他们就成为了数十架钥匙的临时海上之家了。是的啊，钥匙就是这么强，实现起降自由只需要一块15乘15米的空地便足够了。虽然短板也很明显啊，我们来数数，只能亚音速机动，少到可怜的续航，过时的雷达和导航，不靠谱的航电系统等等等等，所以注定啊，今天的故事败的也是他，成的也是他了。1983年的6月7日，两架钥匙从葡萄牙海岸附近的一艘光辉号航母上一跃而起。他们本次要执行的是一项北约的演习任务，任务目标是这样的。在无线电静默和雷达关闭的情况下呢，去定位一艘模拟走丢了的法国航空母舰。这其中的一名飞行员名叫伊恩·沃森，非常年轻，所以经验有限。此前呢，只飞过13次的钥匙，加起来总的时间呢，也不超过75个小时。而像这样的演习，则一次都还没有。但年轻人总是要给机会的嘛，大不了让老人带带就好了。所以另一架飞机上就是一位资深的飞行员了。这样的搭配，这样的任务，估计大家觉得也都跟玩似的，能出什么岔子呢？好了，升空之后呢，两人决定分头进行搜索，只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回到碰头点就好了。然而当演习结束，沃森回到约定地点时，却并没有看到另外一架飞机。他想，会不会是队友等得太着急，已经返航了呢？反正任务都已经执行完毕了嘛，那就打开无线电跟他联系一下呗。结果却发现这无线电怎么也打不开。好家伙，原来咱这无线电静默不是模拟出来的呀，是根本在这架飞机上，海军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让你用无线电嘛。它就是个坏的。没办法，只能打开雷达喽，直接返回航母吧。可是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钥匙的几项缺点吗？过时的雷达系统，在这儿呢，就是它的探测范围已经够不到航母了。在沃森的雷达屏上呢，只有平静的扫描线，既看不到航母，也看不到自己的队友。这种情况已经够糟了，但沃森还没有慌，因为他还能有所指望——惯性导航仪。至少呢，他还有可能把沃森带回到原来的位置嘛。但我们应该提醒沃森这架飞机的导航系统也是很不靠谱在跟着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海面上连个鬼都没有看到。光辉号，你要是真能发出点耀眼的光辉该多好情况发展到这儿呢，就很不乐观，也很讽刺了。你看本来是出来寻找假走丢的航母的，结果却把自己给真飞丢了。关键是航母即便丢了，也可以继续浮在海面上可要是这飞机丢了，岂不只能砸在海面上吗？沃森马上就要面临这样的情况了。在跟着不靠谱的导航绕了几圈之后呢，沃森意识到他飞机上的油箱已经快要见底了。在坠毁到茫茫大海的中央前呢，他最多只剩下了12分钟的思考时间。于是他就想即便自己能够在飞机坠海前顺利弹射逃生，也绝无可能在这儿发出求救信号。所以结局一样是葬身海底嘛。唯一的生存机会呢，只有飞到离陆地最近的地方去。他的直觉告诉他，应该往东飞，那边兴许还有一些沿着海岸的航道，能够增加他被发现的概率。这个决定救了他。就在差不多只剩几分钟便要坠海之前，他的雷达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一艘船这是一艘正在前往圣克鲁斯的西班牙小型集装箱货船阿尔莱格号。于是沃森剩下的任务呢就很清晰了，他要飞进这艘货船，让船员们注意到他，然后再弹射契机，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获救嘛。虽然抛弃一架价值700万英镑的战斗机呢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似乎这已经是现在能够做出的最小牺牲了。沃森管不了太多了。不过当他第一次飞越阿尔莱格头顶时呢，看到的情形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说不定他是可以把飞机一起救下来的。因为他看到载着很多集装箱的阿尔莱格号呢，恰好在顶上组成了一个跟自己平常训练时差不多大小的平台。既然最坏的打算都已经做过了，还有啥好怕的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像平常那样把它给降上去。沃森真的这么做了，而且似乎做得还很好要不是船长在看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画面时手抖没有把船给稳住，否则这架钥匙就不用拜托下面的白色面包车来替自己扛上一把了。一番惊人的操作之后呢，沃森居然连人带机都安全降落了，估计这是他也完全不曾想到的结果。当然
阿尔格莱号的船长又怎么可能想得到呢？所以他坚持自己的计划不变，还是要把船继续开到圣克鲁斯啊。英国人如果想要你们的飞机和飞行员，那就耐心的再等上4天吧。咱们圣克鲁斯的码头见。其实啊，这位船长也是挺豪横的啊，居然凭一己之力跟英国政府玩起了拒不配合，并且在到了码头呢，还要价57万来作为救援和损失的开支。考虑到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啊，英国人即便很不情愿呢，最终还是不得不掏了出来。船员们一起平分了其中的34万，船东则留下了剩余的23万，英国人也拿回了自己的700万钥匙，顺便还把广告给打了，其实是皆大欢喜的。不过沃森会怎么样呢？虽然救下了飞机，但一开始还不是你给飞丢的吗？惩罚是在所难免的。在背锅帮政府转移视线，调到办公室做了几年的冷板凳之后呢，他还是回到了自己心爱的飞机上，又继续飞了2000小时的钥匙，外加900小时的 F-18之后呢，才在1996年正式结束了军旅生涯。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到此为止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当倒数结束，点火按钮被按下的时候，火箭究竟是怎么被点燃的呢？这个问题啊，你不挖还好，一挖发现全是奇葩。有的呢根本就不会点火，而有的则是划根火柴去点火的。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先说第一种啊，不用点火的火箭呢，它使用的是一类称之为自然推进剂的燃料组合了，通常就是肼类配上4氧化二氮了。这两种液态的物质呢，只要是混合到一起，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放热进而燃烧，所以点燃它们嘛，一点都不用外界操心。那个按下去的红色按钮呢，只是做成了像是在点火的样子，实际上是半点火花都没有的，就是把阀门打开，让两个炙热的灵魂彼此奔向对方而已。我们再看长2、长3发射时，它喷出来的橘红色的火焰，就是这种推进剂的混合自燃后的结果了。由于肼类和4氧化二氮呢都是有毒的，所以这种火箭呢也被我们叫做毒发。好了，第二种火箭。液氧煤油，你把它俩混合到一起啊，不来点烈火，人家是不会擦出感情的。所以点火就得要上点心了。但是想让超低温的液氧与煤油碰到一起燃烧，而不是爆炸，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液氧的低温呢，会引起煤油的冷却并凝固，而凝固的燃料和液氧的混合物对撞击非常敏感，在加压情况下，常常直接升级为爆炸了。对一开始研究他们的实验人员呢，非常的不友好。怎么办呢？在这儿啊，东西方的路数就开始分化了啊。美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技术路线，而苏联则转头向着古老的智慧取经去了。先来说美国那边，他们发现啊，有些金属有机化合物，比如3乙基铝、2乙基锌、3乙基硼等等，只要是暴露在空气当中就能自然发火了。要是遇上点液氧，更不得了了。于是咱们就只需要在发动机的管路里面呢，备上一个装着上述引火剂的玻璃小管，打碎即可保证点火了，简单可靠啊。当然是一次性的。猎鹰9号上面的梅林1D 发动机稍微就复杂了一点，得把玻璃管换成由阀门控制的引火剂加注系统，才能实现多次点火。不过也算简单嘛，但这些到了苏联人眼里面都太复杂了，不就是点个火吗？直接上火柴或者火把就得了。是的啊，直到现在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联盟号火箭呢，都是用火把点燃的，不可思议吧？但苏联人其实是有苦衷的啊。咱们来看看联盟火箭的屁股，它的中间呢是装在新一级上，有4个主喷口、4个小喷口的 RD-108发动机，四周是装在4个助推器上，又各有4个主喷口、2个小喷口的 RD-107发动机，加起来就是20个主喷口和12个小喷口，一共32个喷口。那么请问如何保证这32个喷口在发出点火指令的一瞬间准确无误的同时点燃呢？是用更加灵敏的传感器，还是更为先进的信号系统，还是用更加智能的计算机算法呢？想多了吧？只需要点燃32个火把，把它们放进32个喷口里，让它们先在这儿燃一会儿，然后再打开推进剂的阀门，不就完全同步了吗？苏联工程师称这种方式为烟火点火装置 PZU， 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点燃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R7 发明的。既然联盟号诞生自 R7， 这种点火方式呢，也顺其自然的被继承了过来。它是这么操作的：在联盟号被安装到发射台上之后呢，技术人员会通过在发射台下方的通道桥，手动的去将一根根倒梯形的木棍插入到每个燃烧室里面。
20根大木棍插进了主燃烧室里面，12根小木棍插进了转向发动机的小燃烧室，而且它们都必须是取材于上好的白桦树才行啊。在每根棍子的顶部呢，都有一对高温装药，在高温装药之间连着一根用弹簧夹着的黄铜线，起短路发热点火的作用。来自点火装置和传感器的电线呢，沿着倒梯形的木棍向下延伸到了一个插座，在那儿它们被插入到发射控制网络。当这些火柴在燃烧室里面被点燃的时候呢，它们的火焰会切断黄铜线，弹簧将松开的一端给拉开，从而断开电路，这就让发射控制台上亮起了一个点火的信号。只有当发射控制系统确认这32个燃烧室中的每一个燃烧室的信号都亮起来之后呢，它们才会打开推进剂供应管线上面的阀门，使火箭真正的点火，确保了绝对的同步啊。而至于那些大火柴的命运嘛，当然就是付之一炬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因了。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太反直觉了，启动代表人类科技巅峰的火箭居然用的是这么 low 的方法，但它真的是异常可靠啊！已经兢兢业业地运行了70年，送了数百枚的火箭上天了。而且即使真的出了点问题，也还有别人比拟不了的优势啊！2016年的3月12日，一枚联盟运载火箭屹立在哈萨克斯坦拜克鲁尔发射场第31号工位，准备进行发射。然而，当点火按钮被按下了23秒之后，火箭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此时的发射大厅却响起了指挥员的声音啊！发射终止，推迟到明天进行发射。What？ 发射按钮都已经被按下了那么久，而且明明有的喷口下面已经冒起了烟，居然都能被安全终止掉，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原来啊，是32根木棍中意外熄灭了一根，还没有轮到推进剂上场呢。当然是可以随时喊停，而且还能迅速修复的啦，不就是换根火柴的事儿吗？果然，3月13日，就在上次事故的24小时不到里面呢，这枚联盟火箭就成功发射了。这要是换做其他一些使用复杂点火系统的火箭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啊。其实我们得感谢这次事故，否则苏联人的黑科技不知道还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呢？最后，咱们不是还有氢氧火箭吗？那个火柴就不管用了，要靠固体火药或者是电火花。你看航天飞机主发动机启动时的慢镜头呢，就充分说明了星星之火是怎么燎原的。U2 高空侦察机绝对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你光看它的起飞和降落就知道了。为了减重它只保留了机腹下面2个排成一条线的起落架。那怎么在地面上保持平衡呢？给它组上拐棍呗，就是这幅照片中地勤人员正在安装的辅助轮了，它又被叫做高翘，非常形象，有没有？等到起飞时跑起来有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呢，就可以马上把它给扔下了。好吧，可是降落呢？没关系有超跑来伺候。从庞蒂亚克 GTO 到雪佛兰的科迈罗，再到特斯拉的 Model S， 车型可以变化，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必须要在一架喷气式舰队飞机降落时跟上它的步伐了。为此，用其中一名机动官的话说，就是你必须要驾驶这辆车在转弯的同时从0加速到160，才能在 U2 的尾巴后面做好准备。听上去呢，这是一份相当刺激的工作也是相当责任重大的工作，因为它几乎起到了 U2 飞行员眼睛的作用。跟在离地只有3米不到的 U2 后面，这辆肌肉车呢，需要不断的告诉飞行员它还有多少高度，它的机翼是否水平，它是否与跑道对齐等等，一直要等到 U2 彻底停稳，这辆保姆车的工作呢才算结束。可以说从起飞到降落 U2 做起来都很不容易吧，而且还是在条件良好的陆地跑道上所以你肯定认为把 U2 搬到海面上，让它从既不宽敞又没有超跑在身后的航母甲板上起降，一定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吧。但实际上在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冷战时期呢， U2 已经不止一次的从航母上起降过了。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从这里起降，是怎么实现起降的，以及为什么现在又不这么玩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先说原因U2 最初的航程呢，大约是在4800公里左右。虽然覆盖的面积已经不算小了，但是在面对遥远的苏联时，仍然是够不过去的。于是他就必须要在海外找到一些靠谱的盟友，在这里呢建一座机场，把 U2 放得更近一些。比如记录在案的航班就有从塞浦路斯、法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韩国等地起飞的。
但 U2 的运营方美国中情局心里面清楚的很啊，把所有的牌都压在合作伙伴的手里面呢是很危险的。有些人翻起脸来比翻书还快，这在战略上是有缺陷的。所以早在1957年，仅仅在 U2 为他们服役了几年后，就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了。事实证明啊，这种未雨绸缪呢是明智的，因为在1960年5月1日，苏联人用 SA-2 防空导弹成功的击落一架 U2，并逮捕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之后呢，为其提供起降服务的巴基斯坦坐不住了，美巴关系陷入恶化，其他明里暗里的合作伙伴也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不管是从外交还是从政治层面上，美国的间谍任务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如果说之前寻找海外机场的替代方案呢，似乎只是一个值得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在1960年之后，就是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了。关键是怎么做呢？用航母啊，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航母的弹性真的很大啊。就在这一年，1963年的10月，美国的弗莱斯特号航母上呢，刚刚才接待过一个大家伙，翼展超过了40米的 C-130大力神运输机。既然它都能上舰，还有什么不能上的呢？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呢，中情局就秘密联系了洛克希德的传奇工程师凯利·约翰逊，询问这位设计了 P-38闪电、SR-71黑鸟以及这架 U2蛟龙夫人的臭油工厂灵魂人物，觉得有没有可能把它从陆地上搬到航母上呢？约翰逊想了想，回答说，虽然这架飞机的确操作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只要稍加改造也不是不可能啊。吃了这颗定心丸的中情局决定大干一场，一个代号为白金的秘密计划也就紧锣密鼓的上马了。计划分为2个部分，飞机改造和任务掩盖。前者由洛克希德负责，后者由中情局负责。前者需要对机身和起落架进行特殊加固，以及装上能够勾住拦阻索的尾钩，而后者呢，只需要编个故事就可以了。他们从 NASA 那边找到了灵感，虚构了一个叫做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机构，名义上是合作搞科研，但背地里搞的都是些情报。这种故事多了去了，咱们还是重点放到洛克希德那边。他们为航母任务改装的 U2 呢，被称为 U2G。第一个改变，首先是增加了更强更重的起落架，以承受着舰时的冲击力，并将刹车距离缩减到了原来的1半。同时，在起落架周围增加了更重的压力舱壁，也是为了承受与航母甲板时的撞击嘛。接着，第二个明显的改变是，洛克希德把他们为 T2V 海星喷气教练机安装的制动尾钩呢，改装到了 U2 身上，并在 U2 的机身当中加入了增强的重梁，以更好的承受当它抓住航母拦阻索时施加在机身上的力量了。然后这个钩子被一个空气动力学塑料整流罩给覆盖着，只会在接近航母时呢才会被丢弃掉。既增加了机动性，也增加了保密性。再有U2G 呢还增加了一个机械操作的燃油喷射系统，使飞机在紧急情况下是可以倾倒燃油的，或者是当它正在接近载有太多舰载机而无法安全着陆的航母时变得不那么危险。最后，他们在每一个机翼后缘的外侧中部都增加了机械扰流板，可以通过飞机油门附近的开关来启动，在着陆前的一瞬间打开，使 U2 立刻失速，保证其更加准确的定点着陆了。中情局对这项设计赞许有加，认为洛克希德摸到了航母降落的关键命门啊。当然，不光飞机做调整就够了，航母上也是要有些配合的，比如用直径为1英寸的轻型拦阻索取代了飞行甲板上常见的标准为1.5到2英寸的拦阻索，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传递到机身上的震动。好了，设计的再好呢，也要用测试来验证嘛。是时候让它上天溜一趟了。1964年2月，3架改装好的 U2G 呢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将从一个陆基的简易机场起飞，然后降落到航行在加州海岸以外的一艘突击者号航母的甲板上。领航的是试飞员鲍勃·舒马赫，他之前呢就已经干过大事了就是由他亲自驾驶一架未经改装的 U2 从航母上成功起飞之后呢，中情局才因此信心大增的。所以这次势在必得。在先是尝试了几次触地复飞的操作之后呢，他选中时机，果断地放下钩子，准备着舰了。毫不意外，拦阻索准确地挂到了钩子，但由于力量太大，机尾被拉了起来，使机头冲下，稍稍顶到了飞行甲板上，折断了前面几根测量空速的皮托管。
好在很快就修复了啊。事后证明，这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小插曲而已。后面进行的一系列起飞和着舰测试呢，都相当成功，甚至在2个月之后呢，还原地领了一项绝密任务，飞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法国新核试验场上空侦察这一相当敏感的目标。任务相当成功啊，法国人完全就没有察觉。但这却是 U2G 从航母上起降的最后一次了。进入到1967年，比前一代大了将近40%的 U2R 投入使用，它的有效载荷呢是原来的4倍，航程是原来的2倍。中情局也依然把它改装上了舰，而且为了节约空间，还把每根机翼外侧的1.8米都给翻折了上去，颇有长期驻扎的决心。但是决心虽有，却动力全无嘛。几个方面一是部署航母实在太贵了，二是成群结队的航母群本身呢并不隐蔽，你用它来执行间谍任务，不是掩耳盗铃吗？三是都有卫星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还完全不怕挨枪子儿，用它不是更香吗？所以中情局便放弃海上的 U2 了。尽管海军一开始想要接盘认为它是一个不错的海上情报平台还改装了一架装着各种各样的吊舱出来，但最后也觉得有点鸡肋，就不了了之了，留下现在只能拄着拐杖起飞的 U2 了，否则它可能还能享受到人手扶着起飞的待遇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